满清为何要封禁长白山200多年呢？满清入关之后不久，就在自己的老根据地东北修建了一个浩大的工程，因为它采用的是柳条结成的篱笆，也被称为柳条边。靠着这2600里的植物墙，清政府不仅对东北部落间进行管理，还曾经将长白山封禁了216年。那么清政府为何要封禁长白山呢？难道这其中隐藏了什么秘密吗？第一是对龙兴之地的保护。清朝入关建立政权之后，最初他们的自信心还是严重不足的，总想着有那么一天可能会被赶出中原，那么最初过来的地方就成了他们最终可能要回去的地方。为了这一个保底的工程，使得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尤其看重。而根据风水学一说，清朝统治阶层更是将长白山看作了自己的龙心之地，认为长白山有着自己的龙脉存在，必须格外的加以保护，以免被有心之人去破坏掉。第二是对满族发源地的保护。在满族的古老传说当中，长白山被视为自己的发源地。满洲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，说在很久以前，在长白山东北的布库里山里有一个湖，名字叫做布库里湖，那里景色优美，吸引了上天的3位仙女前来沐浴。这3位仙女分别是大姐恩古伦、二姐正古伦、三姐佛古伦。3位仙女洗浴上岸之后，此刻天空中又不知哪里飞来了一只神雀，嘴里叼着一颗色彩鲜艳的珠果，并将它丢给了3妹佛古伦。佛古伦对这么好看的果子非常喜欢，就顺手叼在嘴里更衣。不想等到更衣完毕之后，却发现果子早已不知不觉地进了肚子。更为神奇的是，佛古伦怀孕了。因为怀孕，佛古伦的体重变大，无法飞回天上，而2位姐姐则安慰她说，这应该是上天的安排，等她生下孩子之后，体重变轻，自然可以飞回天上。就这样，佛古伦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取名叫做布库里雍顺，性爱新觉罗。这个孩子一看就不是凡人，除了相貌伟岸之外，还长得特别快，见风就长，很快就长大了。在飞回天上之前，佛古伦给他了一条船，让他乘船顺着牡丹江距牡丹江与松花江的交汇处，那里将是他的立足之地，然后沿大山向南发展，可成就一番大事业。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，佛古伦就飞回天上去了，而他留下的布库里雍顺则成了后来满洲的狮子。从这个神话里不难看出，除了强调皇权天授这一正统之外，同时也印证了满族人的崛起和发展正是从长白山处开始。而从历史活动来看，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前，正是积极地活跃于长白山脉的广阔天地之中。第三是对长白山宝贝的保护。长白山除了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之外，还真是一个盛产宝贝的地方，尤其是那里的人参和东珠，吸引了很多人前去采挖。而这些宝贝往往都被人视作是向皇室进贡的物品，被吸引前往的人里，有一部分是从朝鲜偷跑过来的边民，尤其是在清朝初年的时候，朝鲜人经常偷跑到长白山地区挖人参打野味采山货，并且因此时常与当地百姓产生纠纷。清朝时期的东北地区地广人稀，除了乾隆以外，历朝都鼓励移民事变，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关内人民向东北流动。但是随着人口增多，偷采长白山宝贝的事情难免发生。为了鼓励移民，很多皇帝对此类情境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还是会进行管制的。尤其是乾隆一朝，就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封禁政策。乾隆不仅封禁了长白山，连移民政策都进行了暂停，可谓是封禁最为彻底的一招了。接着再来说一下满清封禁长白山带来的影响。这些封禁政策严重地迟滞了东北地区发展。在清朝初期之后的200年时间里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带，包括当时还属于我们的姑叶岛在内的很大地区，都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。
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落后。相对比的是，北边的沙俄逐渐发展起来，东北的落后给了沙俄侵略的时机。在清代丧失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中，有100万就发生在东北地区，而且这种落后还给了后来的日本可乘之机。日本侵华的开始正是从东北着手的。由此可见，清朝对长白山乃至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是一种失败的政策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